大家好，我是滕浩，今天都好吗？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那这个会议呢，虽然你我都不能参加，但是呢，它却关联着未来中国的命运，也牵动着未来台湾的命运，甚至呢，还关系到了于朦胧案件的命运。那这个会议啊，就是中共正在举行的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10月20号在北京登场了。那全名是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也就是中共党内最有权力的200多人一起来开会。那这次会议呢，名义上是经济挂帅，因为要通过中共的第15个5年规划。但实际上呢，全世界最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会不会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呢？那中南海高层的权力斗争到底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件事情。第一，目前有哪些人或者因素在逼宫习近平退位呢？第二，习近平真的会退位或者让出部分的权利吗？第三，四中全会对台湾局势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不过现在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好，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中共高层正在激烈的搏斗。那有人说，张又侠控制了军权，他联手胡锦涛和几个党国大佬在反击习近平，那习已经大权旁落了。但是也有人说习近平还是大权在握的，不然怎么会办93大阅兵呢？那就是因为中共体制不透明，那有很多模棱两可的暧昧信号，让大家每天是猜来猜去，像买彩票一样等着开奖。那在我看来呢，我们要判断习近平的权力状况应该先来看有哪些人或者是有哪些因素在逼着他下台退位。那我认为至少有5大因素。第一，中共经济坍塌，无力回春。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困境相信海内外的朋友们都有明显的感受特别是中国大批的失业青年以及努力把产能转移到海外的企业老板一定是感同身受的。就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中国从去年开始就陷入严峻的通货紧缩，那中国各行各业都陷入萧条，那出口、投资、消费这3驾马车是通通瘫痪了，那失业也就越来越严重。虽然党媒这2天还拼命的写文章在宣传说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今年前3季度的 GDP 还比去年增长了 5.2%， 但这些都是为了四中全会写的啦啦队宣传稿，这些数字是不可信的，不然哪来那么多的青年失业和企业倒闭呢？那中共官方数据说，青年失业率已经将近 20%， 那这还是已经美化过、整容过的数据那根据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在2023年的研究，中国实际的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 46.5%， 而且这2年来每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屡创新高，但是企业却不断的倒闭跑路，所以失业问题和消费降级、房市下跌已经造成了无数百姓的切身之痛，而这一切都是习主席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造就的。第二，决策错误百出，贪官滥权，百姓民怨沸腾。这些年来北京当局不但是经济搞不好，那很多政策呢，也都是在习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走向烂尾，造成中国人民的损失。比方说，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封城封控不但扼杀了中国经济，还饿死了许多无辜百姓，最后也没封住疫情。结果呢，来个突然撒手解封，造成了更多百姓病死了。那习自己亲自拍板、亲自推动的雄安新区，号称是1000年大计，结果发展到现在依然空空如也，荒凉的像座沙漠之城。而且呢，就连中共党媒最近的啦啦队文章吹捧习近平的经济成就的时候，却完全不提雄安新区，那这不是很尴尬吗？那更尬的是新华社终于在10月20号的报道里头提到雄安新区了，说中国华能和中国中化的总部都刚刚搬到了这里。但是新华社给出的照片是一张无人机拍的高空夜景，那照片呢特别选在傍晚的时候拍，所以光线特别美。但仔细一看怎么马路上没什么车呢？下班时间时段居然没什么车在街上跑，
那这不是对党魁的高级黑马？那角色昏庸也就算了，更糟的是呢，中共官员还不断的贪腐滥权，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勾当。比方说最热门的于朦胧案件就搞得怨声载道，国际皆知。那现在已经有超过50万人在国际上联署，要求追查真相。而且这起案件背后还扯上了习近平的亲属和习的亲信蔡奇，这等于是火上加油，更让民间是怒火不断，要求共产党下台，因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第三，军方团灭习家将，反习派集结反击。10月17号，震撼弹来了，中共国防部发布了消息，一口气宣布9个上将落马，那9个被开除军籍，8个呢被开除党籍。换句话说，被贬为庶人跟敌人了。那最尴尬的是这9个上将大多数都是习近平自己亲自提拔或破格任用的包括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苗华等等，都是习在军队里头的亲信。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引起全世界华人圈的热烈讨论了。有人说，这是张又侠率领军方向这些习家将扔出了政治核弹，要团灭习家军。那习呢，可能很快就会权位不保了。那也有人说这是习自己下令整肃，是自我革命，刮骨疗毒，显示他还大权在握。好，那不知道您比较倾向哪一种说法呢？那在我看来有几个疑点是很反常的。第一呢，这次大动作的军方反腐居然不是新华社或央视这些党媒来带头官宣，而是国防部自己宣布。那这一点本身就非常不符合中共官场的惯例。如果习近平真的还党政军都大权在握，那怎么会是军方，而且还是国防部来发布这9将落马的大消息呢？那这不是意味着说军方在跟党权和政权在别苗头吗？第二个疑点呢，是这篇国防部的新闻稿里头只字不提习近平，连一句吹捧习近平的官话或套话都没有。虽然有模糊的提到党中央这个词，但是这个党中央是谁呢？是习近平吗？还是现在真正掌权的人呢？还很难说。第三个疑点，这个团灭习家军的消息呢，正好选在4中全会召开前3天发布的。那如果是习近平要自我革命，要凸显他的天威难测，那是不是更早一点宣布会更好呢？会更显示出他的英明跟权术呢？但是选在开会前3天才宣布这消息感觉更像是故意对习近平呼巴掌一样骂他无能，怎么用的人都是贪官，对吧？我们想想如果今天是美国或台湾发生了这样的消息，有9个被总统提拔的上将都贪腐落马了，那媒体跟百姓会怎么想？一定是这个总统昏庸无能，卖官贪腐，应该下台。那接着呢，就是被弹劾或者被罢免，对不对？没有人会说这总统真的英明无私居然把自己的亲信大义灭亲了。因为呢，如果你用人用错了一个，拔掉他，那可以叫大义灭亲。但是一口气用错了8、9个，那就叫大脑进水了。而且呢，我们知道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太子党出身的，他在军方一直没有自己的人脉派系，他提拔的人都是过去跟他有关的31集团军的部下，或者呢是他觉得信得过的人。他在军方其他派系里头都是孤立的，所以他会敢这么大刀阔斧的砍自己人吗？那砍完的这些上将，这些重要指挥要交给谁呢？他信得过吗？肯定是信不过的。因此呢，我个人认为这9将落马的消息不是习自己在清君侧，而是有人在剪裙边，甚至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军事政变。但是这场军事政变能够把习近平赶下台吗？那这一点我们等会说。第四，搞砸美中关系，制造国际混乱，大国联手孤立。中共从2018年贸易战开打之后呢，就跟美国关系彻底搞砸搞僵。那不论是川普在位还是拜登，中美双方都陷入50年来的最低潮。那加上在疫情期间，中共隐瞒真相，对外秘密输出疫情，还掠夺了全球的防疫资源。那后来又大搞战狼外交，得罪了一众国家。那最近中共又为了要在英国伦敦建一个间谍大使馆，特意的给英国驻华使馆切断水源，
让他们上厕所没水冲，想让他们憋得不得不同意。那现在又传出了中共驻世贸代表李成钢曾经对着美国财政部长的面放狠话，很像精神失常，还扬言中共会制造全球的混乱。那中共这些年的外交精神病就是来自当初习要官员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再加上不断的间谍渗透和地缘政治骚扰，让国际社会是群情激愤，联手来围堵中共。那中共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了，也会成为党内炮轰习近平的一项罪责。第五，习近平健康不佳，野心难遂。如果我们去看习近平最近出席公开活动的画面，会发现他确实身体有异状，不但走路走得不利索，那肢体动作有点僵硬，脸上的气色也不太好。特别是93阅兵当天，他的脸色是又黑又沉。那如果仔细看习近平最近几个月行程会发现他经常是消失了1-2周，然后又出现个1-2天。那这1-2天就安排了大量的公开行程，大量的曝光。那接着又隐身个1-2周，那这种情况应该是他确实身体有状况，在接受治疗，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做，所以必须消失一段时间，而且没有办法出远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不但没有飞到纽约参加9月的联合国大会，就连他最重视的金砖国家峰会也因为远在巴西，所以他也不能出席。那有人说了，这是因为他大权旁落失势了，所以不被允许出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也很有可能2种原因同时发生了。所以健康因素很可能是逼退习近平的最大威胁。我们刚刚看到至少有5大因素在同时逼退着习近平。但是他真的会在4中全会裸退，或者交出军委主席或者总书记的1-2项职位吗？还是他真的依然大权在握，不动如山呢？首先我想他大权在握，不动如山的可能性应该很低。除了因为军方一口气拔掉他提拔的习家将之外还有一个风向标，就是中共的小兄弟金正恩。我们知道朝鲜金家虽然很依赖中共援助，但金家对中共一直是高度提防的。他认为中共是朝鲜的宿敌，所以在疫情期间就曾经流传过一种说法，说要了解中国疫情的真相只能相信金正恩，看他开不开放中朝边境就知道了。那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在今天的中南海权斗。我们知道李强刚刚代表了习近平出访朝鲜，却受到金正恩的降级对待。整个过程李强就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官对金正恩是毕恭毕敬的，而金正恩对李强则是一派随性，甚至还手插在裤腰带里头跟李强道别。那中共的国家总理简直像金家的秘书一样被很多人批评是丧权辱国。那我想这可能不全是李强的错，而是金正恩已经掌握了情报，知道习近平的权力可能不稳定，随时可能有变化。而李强是习近平身边的小人物，连蔡奇都比不上了，那金正恩何必理喻他呢？所以金正恩很可能也知道中南海的局势有风波。那么习近平真的会退位或让权吗？我个人认为完全退位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会冲击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会让国际社会看清中共，认为中共已经内乱难收拾了。而且我们看到新华社最新的宣传文章还是在吹捧着习近平带领全国完成了14-5，即将继续迈进15-5。那这篇文章并不长可是却9次提到了习近平。那这应该是习跟反习派妥协过后的临时结果。那我先声明我没有内线消息不敢断言说谁会上谁会下，但是我个人推测习不太可能退位。因为目前党内没有人愿意出面来收拾习近平这些年留下的烂摊子包括了经济，包括了政治、外交、民生等等谁上来都很难收拾，反而可能会赔上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所以或许因为这样中南海才会妥协出来说让习继续在位，至少会保留国家主席的位置，但是可能会架空他的实权特别是军权。等到了某个时间点，比方说21大或
或者是中国经济全面崩盘了，那到时候再把他踢下来，让他自己扛责任。那这样呢，后面的继任者就可以免责了，就可以继续来把整个烂局给砍掉重练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是第一，这次四中全会递补12名中央委员都是哪些人呢？那他们是哪个派系人马呢？从中来判断派系权力的消长。第二呢，我们要观察中共党媒跟军系媒体的报道是不是有矛盾或者落差。大家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这些党媒是中宣部跟蔡奇在主导的，而军系媒体呢就是张又侠那帮人的地盘。所以接下来要两边的媒体都观察比较，也许会发现更多的蛛丝马迹。那第三呢，是要观察蔡奇在四中全会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权力地位的异动呢？蔡奇这次因为于某龙案惹得一身腥，那如果他还能够继续的升官，那意味着习近平确实还大权在握。但是如果蔡奇被削权了，那就意味着中南海的真正大老板可能另有其人了。其实呢，目前整个大局对台湾来说可能是相对安全的。虽然外在形势上会非常紧张，但是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中共犯台这样的大型战争。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落马的上将里头有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前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以及前火箭军司令王厚斌。那何卫东跟林向阳呢，都是东部战区出身的。那东部战区就是负责中共进犯台湾的最主要单位，而何卫东过去更传说他对习近平提出了不少武力夺台的计谋，才会获得习近平的赏识跟破格提拔。但现在这两个负责对台武统的主力将领都落马了，那中共攻打台湾的计划势必得要推迟，并且呢要重新调整。而且中共想要攻打台湾，第一步一定是先发射大量的导弹来同步攻击台湾跟驻日的美军。但是负责导弹的火箭军司令又落马了。那火箭军司令频繁的换人呢，对于业务和战略的熟悉度上也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我认为中共短期之内不太可能会对台湾发动全面性的夺台战争。虽然美国有些专家是持相反的看法认为中共会因为权力内乱了，从而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焦点，但这其实不太准确。如果发动战争，就要下放军权，那军权放出去呢，反而更容易造成中南海的威胁，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会把炮口指向哪里。打台海万一变成了打中南海那就尴尬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当局最近对台湾干什么？发动网军介入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加大力度的发动对台湾的媒体认知战和政治统战。为什么呢？估计是他知道军权不是他可以控制了，但是呢，还是想要拿夺下台湾来作为他跟党内谈判交易的资本，不然他就会更难保住权位。所以习决定升级力度，通过法律战、认知战和间谍战来分化削弱台湾。所以北京这场中南海权力大战也会外溢波及到台湾社会，所以请台湾的朋友们要格外提防了。好，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